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在手机背面放上一张人民币，有10块、20块，甚至100，面值大小的都可以。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原因，有的说是招财，有的说是迷信。其实，在手机背面放上100块钱呢，并不是什么明显的做法，反而会更方便我们的生活。下面就跟着视频具体的了解一下吧。现在社会中人手一部手机，手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尤其是现在的手机功能非常的多，不仅可以用来通电话、听歌、看电视等等，还可以用于支付，既方便了我们与朋友家人联系，又方便了我们的生活。现在呢，很多人不管去哪，出门购物或者是出门旅游等等，都只需要一部手机，就可以解决所有遇到的问题。但是相信你也已经发现，不管是我们在上班的路上，或者是出去散步的时候，或者是公交车上，我们都能看到，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的背面放上一张人民币，10块也好，50也罢，100的放的最多。但是有一部分人却不明白这里面的缘由，还以为是一些迷信呢。其实并不是的。虽然手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现在的手机生产的越来越薄，并且这个手机屏幕特别容易碎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手机屏幕是手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件，如果一不小心裂开或摔碎了，不仅影响到手机的正常使用，并且如果严重的话需要换屏幕，至少得要好几百，那么这样就真的是太心痛了。那么很多朋友为了保护自己的手机呢，就会备上这样的手机壳。手机壳最主要的功能还是起保护作用。我们的手机装上手机壳后，更好的保护了手机。现在市面上的手机壳形状也非常的多，而且呢，非常的厚实，具有保护手机的作用。那么基本上，每个朋友都会给自己的手机套上一个手机壳，用于保护手机，这样手机的边边角角都被我们的手机壳很好的保护起来了。这样就算手机摔到地上，也很不容易被摔坏，并且一般的手机壳上面它都会有指环。那么这些呢，可以让我们每次在拿手机的时候，让手机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，不容易手滑，导致我们的手机掉到地上面，对我们的手机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。其实手机壳不仅对我们的手机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，当手机套上保护壳了之后，手机与手机壳之间呢，就会产生一个夹层。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，一部分朋友喜欢在手机夹层里面放上一点零钱，钱也放的不多，有10块、20块，甚至100块，面子大小都不等。这样我们的手机在受到保护的同时，也可以为我们解决许多意想不到的难题。虽然说手机非常的方便，既可以用来通话、听音乐、看电视以及支付等，但是有时候有一些问题总是会很尴尬。比如我们出门都是一机走天下，不是一个微信支付，那就是支付宝支付。不过也有些地方只收现金。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这是很多人都遇到过的尴尬。手机支付有多香，当遇到只能用现金的场景时，或者是手机没电时，就有多窘迫。相信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不在少数。因支付系统故障、突然停电、手机没电或者是没信号的原因，很多人体会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尴尬。这时候，要是我们的手机壳后面有一张人民币钞票，花起来呢就比较方便了。比如有时候手机信号不太好，手机没电啊，或者是手机停机了呀，有很多农村老婆婆、老爷爷为了赚点生活费，把自己种的蔬菜、水果拿进城来做点小买卖。他们一般都不会用二维码收付款，只收现金。遇到这样的情况，
我们手机壳后面夹着点钱，是不是会很方便呢？所以以后手机壳后面加人民币，也是可以应急用的，以防手机没电不能付款的情况。一般是放100元的人民币，不大不小的事还是能应付一下的。还有就是现在都倡导绿色出行，很多朋友出门都喜欢乘坐公交车，特别是对于小孩和老年人来说呢，最方便了。所以大家呢都会办理一张公交卡，这样出行就更方便了。但是公交卡小小一张，很容易就被弄丢了，随手放进裤兜，手套进套出的还容易掉。有时候放袋里忘记了，洗衣服的时候没有拿出来，被洗衣机洗了，不是坏了就是怕丢失，一旦丢失就很难找到，补办可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公交卡也放进手机夹层里面，因为我们的手机壳里面放了100块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需要把公交卡放在钱的下面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公交卡在用的时候都需要刷一下，那么如果有钱垫在下面呢，就会影响到我们公交卡在刷的时候的灵敏度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现金的下面呢，这样我们在刷卡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容易，更加的方便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样不仅可以放一些现金准备在里面，还可以放我们的公交卡，而且这样我们在刷公交卡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方便，只需要拿手机的背面，这样轻轻一接触刷卡的地方，那么公交卡就会很轻松的被刷上了，真的是一举多得，非常的棒吧。而且呢，并不会影响到我们手机的正常使用和它的美观度。我们都知道手机呢是每天都会拿在手上的，那么把公交卡放在里面就不容易出现找不到卡的这种情况了。出门只需要一个手机，再也不用杂七杂八的拎很多的东西，并且我们在需要用现金的时候拿起来也非常的方便，因为公交卡在最下面。那么我们打开之后，只需要打开一个角，轻轻一抽取现金就出来了。而我们的公交卡呢，依然稳稳当当的在手机里面，非常的安全，并不用去担心它会一不小心掉了怎么样。这个方法还不错吧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